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智财小站，我是老岳。数据截至2026年8月23日，这周美国市场的日程排得很挤。8月26日早上8点半，美东时间，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7月的 PCE 通胀，同一时间还有二季度 GDP 的第二次估算。当天收盘后大约4点20，英伟达发布财报，5点开电话会。第二天开始，8月27日到29日。全球央行官员在杰克森后开年度研讨会，3件事凑在同一周，而且都压在 AI 行情的要害上。这期的中心问题，他们会怎样共同影响 AI 行情？我的暂定答案是，英伟达财报检验 AI 的利润预期还能不能继续上修， PCE 和央行的表态影响市场愿意用多高的利率给这些利润定价。AI 行情要同时过盈利和估值这两关。单靠一份好财报，或者单靠一次通胀降温，都推不出股价方向。要看懂盈利这一关，得先弄明白英伟达赚的是谁的钱。英伟达设计并销售 GPU、AI 加速计算系统、网络产品和配套的软件平台。付钱的主要是大型云服务商、互联网公司，还有一些国家级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。要注意，大多数终端的 AI 服务不是他自己经营的，他在卖设备和平台这一层赚钱。举个例子，把一笔生意走完整，一家大型云服务商决定扩建 AI 数据中心，向英伟达和服务器厂商采购一批 Blackwell 平台的整套系统，钱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里划出来，进英伟达的账。英伟达在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后，把相应销售计入收入。云厂商拿到的是算力，后面得靠按小时出租算力，卖自家的 AI 服务，把这笔投入一点一点赚回来，可能要花好几年。终端服务能不能回本，风险主要留在云厂商这一层。英伟达仍然要承担客户削减预算、竞争、供应链和产品交付等风险。这个结构决定了财报能证明什么，不能证明什么。财报强，说明云厂商们还在掏真金白银扩建，上游的订单没断，这是实打实的信息。但有人可能会想，设备卖得这么火， AI 肯定已经全面赚钱了吧？这一步推不出来，铲子卖断货，只能说明来挖矿的人多，证明不了每个矿都挖出了金子。下游那些 AI 服务回没回本，要看云厂商和应用公司自己的账。对投资的含义是，英伟达的财报亮的是上游订单的温度，不是终端的回报。读的时候两层账不能混，那这份财报里哪几个数字真正会改变判断？上一季的基准是这样的，截至今年4月底的财季，英伟达收入约816亿美元，环比增 20%， 同比增 85%， 其中数据中心业务752亿美元，同比增 92%， 占了收入的90%还多，毛利率大约 75%。公司对8月26日要公布的这一季自己给的指引是收入910亿美元，上下浮动 2%， 毛利率继续保持在 75% 左右。这份指引没有把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计算收入算进去，到时候拿实际结果对照。要记得基准是这么定的，口播里数字就留这几组，因为他们各自回答一个能改变判断的问题。第一，收入有没有落进910亿附近的区间？这个体量还能环比2位数增长，靠的是大客户一轮接一轮的资本开支，哪家一砍预算，最先反映在这条线上。这个数字回答的是客户还在不在按计划下单。第二，毛利率守不守得住 75%？ 毛利率亮的是定价权。同样多卖100亿，毛利率 75%， 能留下75亿毛利，掉到 65%， 就只剩65亿。假如收入还在涨，毛利率却明显往下掉，说明增长开始靠降价去换，含金量就变了。第三，也是市场最敏感的，对下一季的指引。有人会奇怪，当季数字明明很好，为什么指引一软，股价照样跌？因为股价定的从来是未来，当季结果只是核对市场早就形成的预期，指引才是新信息，它直接改写市场对后面几个季度利润的想象。这3个数字管的都是利润这一段，但同一份利润，市场今天愿意出多少钱买，还有另一个变量在定，就是利率预期。这周的利率预期
看的正是26日早上的 PCE 和随后 Jackson Hole 上央行官员的态度。可能有朋友会问 ，PCE 是菜价，房租这些消费物价跟英伟达的股价隔着10万8千里，怎么就有关系了？关系在折现率上。PCE 全称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，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首选指标，长期目标是 2%。已经公布的6月数据，同比还有 3.7%，离目标不近。7月的数字26日早上揭晓。为什么通胀会影响股票估值？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如有人白纸黑字向你承诺，明年这个时候给你100块，今天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承诺？如果你要求一年赚 5%， 你最多付95块左右。如果通胀高，利率也高，你要求一年赚 10%， 那你只肯付91块左右。你看，承诺一个字没改，还是那100块，但你要求的回报越高，今天肯付的价格就越低。金融里管这个要求的回报叫折现率。英伟达的股价包含市场对未来很多年利润增长的预期，预期越靠后，越容易受到折现率变化的影响。通胀降温，市场要求的回报可以放低一点，成长股的估值就有了支撑。通胀偏热，同样的利润今天就值不了那么多钱。不过这条链别拉过头，一次 PCE 读数推不出美联储的一次加息或者降息，他们看的是几个月的趋势，还要对照就业和其他数据。Jackson Hole 也不是议息会议，不做任何利率决定，它是堪萨斯城联储办的年度研讨会。今年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和政策的影响。市场真正想听的是各国央行官员对通胀会不会持续的态度，因为这影响他们往后松紧的倾向。截至8月23日，官方只确认了会期和主题，具体谁讲话、几点讲，没有官方名单，我不替他们编排议程。对投资的含义，宏观这端管的是市场给利润定价时要求的回报，利润和定价26日一天之内先后揭晓，市场会怎么消化，谁也不知道结果，但4种组合的因果可以事先走一遍，到时候无论走进哪一条，你都知道市场在消化什么。最顺的一条，财报和指引强，通胀又降温，客户还在下单，利润预期上修，市场要求的回报没有升，估值不挨压。盈利和估值两端同向， AI 行情同时拿到基本面和定价的支持，这是多头最想看到的组合。第二条，财报强，通胀却偏热，公司层面没有坏消息，订单都在，可市场要求的回报升了，同样的利润，今天值的钱变少。这时候常见的走法是财报不差，股价却震荡，很多人会怀疑是不是财报里藏了什么雷，其实多半是定价那端在收紧，跟公司经营是两回事。第三条，财报转弱，通胀降温，转弱可以是收入没到910亿附近，也可以是毛利率松动，下一季指引变保守，利率松一点能拖住一部分估值，但拖不住利润预期下修，因为 AI 行情此刻缺的是订单和利润，不是低利率。这种组合下，就算出现反弹，底子也不扎实。最差的一条，财报弱，通胀又热，利润预期和估值同时被挤，跌起来往往最急，对高估值的 AI 股尤其明显。这4条不是预测，是把因果提前想通，想通了，事后就不会把估值收缩错怪成基本面塌了，也不会把利率转松错当成 AI 需求重新加速。剩下的问题是落到操作上，这周该怎么用这套框架？回到我自己的系统，8月23日收盘，市场模型的读数是 BOL4/4，是最强的一档，实拍近20个交易日涨 3.63%， 离52周高点只差 1.75%， 趋势还强。所以我不因为大势临近就预设顶部，提前清仓去猜顶，这是趋势交易的基本纪律。但反过来 PCE 在盘前出，财报在盘后出，第二天的开盘价可以直接跳过一段区间，事先想好的价位可能根本不给你成交的机会。所以这期不是在提示英伟达的买点，我也不给目标价，事件预告本身不构成任何信号，没有信号就不开单。我的做法是把观察顺序提前写好，财报端先看收入是否到了910亿的指引区间，
毛利率有没有守住75%，再看下一季指引给到多少。宏观端看7月 PCE 离2%的目标是更近还是更远。在听 Jackson Hole 上央行官员对通胀持续性的态度，已经有仓位的照原来的止损执行，止损线不因为对结果有期待就往下挪，等这几个观察点落地，趋势信号该出现自然会出现，学会等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3件事怎样共同影响 AI 行情？英伟达决定利润预期修不修， PCE 和央行态度决定市场给这些利润的定价松不松。两关都过，行情有双重支撑，只过一关，行情就会颠簸。一关都不过，靠的就是止损纪律，保护自己。这一周比预测结果更有用的是把这2关的检查点看完再动手。以上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